我只是个平凡的摄影师，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绝不会踏入那场婚礼。那一天，我亲手将自己送进了地狱，也亲眼见证了人性最深邃的恶意。但地狱的尽头未必是毁灭，也可能是带着一身伤痕从深渊里爬出来，然后把所有推我下去的人一个一个亲手拽下来。林州，今天可就拜托你了，一定要把我拍得美美的。化妆间里，沈雨薇穿着洁白的婚纱，对着镜子里的我巧笑嫣然。她是我的前嫂子，今天是她二婚的日子。我的亲哥林凯去世不到1年，她就要嫁给本地有名的暴发户顾天成，心里不是没有疙瘩，但看着他那张楚楚可怜的脸，我还是来了。哥哥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周，以后要替我照顾好雨薇。”我答应了，所以今天我不仅是摄影师，还是她唯一的娘家人。放心吧，嫂，雨薇姐，你今天本来就很美。我调整着相机参数，避开她过于热切的眼神。婚礼在一家5星级酒店的户外草坪举行，宾客云集。顾天成满面红光地招待着客人，他看我的眼神里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我没在意，直到婚礼仪式进行到一半，司仪正声情并茂地让新人交换戒指，顾天成突然拿过话筒打断了司仪，全场瞬间安静下来。各位，在交换戒指前，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顾天成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死死地锁定了站在摄影区的我。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我顾天成自问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容不得别人把我的脸按在地上踩。他声音陡然拔高，指着我一字一句地吼道：“这个男人，林州，我未婚妻沈雨薇的小叔子，对我老婆有龌龊的心思。”轰！人群炸开了锅，无数道错愕、鄙夷、看好戏的目光像利剑一样射向我。我懵了，大脑一片空白。顾天成，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下意识地反驳：“我胡说。”顾天成冷笑一声，对身边的伴郎马涛使了个眼色。马涛立刻将手机连接到现场的大屏幕上，一张照片被投了出来。照片里，我正扶着衣衫有些凌乱的沈雨薇，地点是酒店的走廊，角度刁钻，看起来就像是我正强行搂抱着她。这是昨晚我让人拍到的。顾天成声色俱厉：“你这个畜生，连自己的嫂子都不放过！你哥尸骨未寒，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还是说你哥的死根本就跟你脱不了干系？”最后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劈得我魂飞魄散。所有人都看向沈雨薇，等待着女主角的表态。沈雨薇捂着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她颤抖着，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天成，你别说了，小周他只是一时糊涂。他这看似求情的话，却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直接捅进了我的心脏。这等于直接承认了我的罪行。雨薇，你别怕，有我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顾天成一把将她搂进怀里，然后对着话筒嘶吼：“昨晚他纠缠雨薇，被我发现后，还给我发语音，说什么你给不了他幸福，他爱的是我。”他说着，竟然真的放出了一段经过剪辑的、听起来暧昧不清的语音。那是我几天前劝沈雨薇慎重考虑婚事时说的话，却被他们断章取义，拼接成了截然不同的意思。我百口莫辩。畜生！顾天成把话筒一摔，像一头发怒的公牛朝我冲来。他身后的马涛和其他几个伴郎也一拥而上，拳头雨点般的落在我身上。我被打得蜷缩在地，腹部传来阵阵剧痛，但我死死护着的是我吃饭的家伙，那台价值10几万的相机，还护着你那破相机，给老子砸了！顾天成怒吼着，一只脚狠狠地踩在了我的相机上，咔嚓一声脆响，那是镜头碎裂的声音，也像是我的心碎裂的声音。混乱中，我看到沈雨薇躲在顾天成的怀里，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冰冷的笑意。那一刻，我如坠冰窟，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局，一个为我精心设计的致命的陷阱。我被关进了酒店的杂物间，浑身是伤，脑袋嗡嗡作响。门外传来顾天成对手下的命令：看好他，等婚礼结束，把他送去派出所，告他蓄意伤害和骚扰。门砰的一声被锁上了，黑暗和疼痛一同袭来，但我却异常的冷静。愤怒和屈辱过后，我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复盘着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照片是昨晚拍的，昨晚沈雨薇喝多了，给我打电话说心里难受，想聊聊我哥。我赶到酒店，他却在走廊上站不稳，我扶了他一把，前后不过10几秒。原来那个时候就有人在暗处按下了快门，语音是剪辑的，他们处心积虑，早有准备。为什么我一个穷摄影师无权无势，他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陷害我？唯一的解释是我身上有他们害怕的东西，或者说我知道一些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哥哥，我想起了哥哥林凯，他身体一直不好，最后是在医院里平静离世的，医生诊断是器官衰竭。可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眼神里充满了不甘和痛苦。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我说：“小周，小心，小心沈雨薇。”他话没说完，他就咽了气。当时我以为哥哥是病糊涂了，现在想来，那分明是最后的警告。沈雨薇，他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他和我哥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有顾天成，他为什么这么配合沈雨薇？一个身家上亿的暴发户，真的会为了一个女人，在自己的婚礼上闹出这么大的丑闻，只为对付我这个小角色？除非他们是同谋，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毁掉我，更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大的秘密。我挣扎着坐起来，检查自己的身体，除了些皮外伤，万幸骨头没事。那台被踩碎的相机就扔在我脚边，机身已经裂开，镜头彻底报废。我一阵心痛，伸手去抚摸残骸，却无意中碰到了手腕上的运动手环。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我的脑海，我的手环为了方便运动时接听电话
话和记录心率，一直开着录音权限和后台运行。昨晚去酒店见沈雨薇，我根本没关掉它。从我进酒店到扶他再到离开，那段时间的对话会不会？我立刻点开手环的屏幕，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找到录音文件列表，我看到了昨晚那个时间段的记录。我屏住呼吸，点下了播放。录音的开头是我和沈雨薇的对话：雨薇姐，你喝太多了。小周，我难受，我想你哥了，哥已经走了，你要往前看，往前看。嫁给顾天成那个又老又丑的暴发户吗？要不是为了他的钱。声音到这里突然变得模糊，夹杂着一些奇怪的杂音。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不是我，也不是顾天成，是伴郎马涛。亲爱的，戏演得不错啊。马涛的声音带着一丝轻佻。滚开，别碰我。沈雨薇的声音冷了下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吧，照片拍好了，角度绝对劲爆。明天婚礼上，顾天成那个蠢货一发飙，林州就彻底完了。我的心跳瞬间加速。那就好。沈雨薇冷笑一声，林州那个小子最近老是问我林凯死前的事情，眼神跟狼似的，我怕他看出什么端倪，必须先下手为强，把他彻底搞臭，让他说的话再也没人信。还是你狠。不过等解决了林州，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对付顾天成？他可不是你那个病秧子前夫，没那么好糊弄。急什么？先让他把公司股份转到我名下，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再慢慢炮制他，到时候他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录音到此为止，但我已经听得手脚冰凉，一股寒气从脊椎直冲天灵盖。好一出毒计，他们不仅要陷害我，还要谋夺顾天成的家产，甚至连我哥的死都和沈雨薇脱不了干系。愤怒的火焰在我胸中熊熊燃烧，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出去，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这对男女的真面目。我环顾四周，杂物间很小，只有一个通风口在高处。我搬来几个废旧纸箱叠在一起，摇摇晃晃地爬了上去，拧开螺丝，推开挡板，外面就是酒店的后巷。婚礼仪式应该快结束了，我没有时间了。我从通风口跳了下去，顾不上扭伤的脚踝传来的剧痛，一瘸一拐地冲向宴会厅。我像一阵风一样冲回宴会厅，此时司仪正在宣布礼成，顾天成正要亲吻他的新娘沈雨薇。等一下！我的一声怒吼让整个大厅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衣衫不整，脸上带伤，嘴角还挂着血丝，狼狈不堪。顾天成看到我，脸色瞬间铁青：你怎么跑出来的？保安！保安死哪去了？几个保安立刻围了上来，别碰我！我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顾天成，你被人戴了绿帽子还不知道，真就是个笨蛋！你找死！顾天成怒不可遏，做事就要冲过来。天成，别跟他废话了，让保安把他赶出去。沈雨薇躲在顾天成身后，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想让我走可以。我冷笑着，目光直视沈雨薇，然后缓缓转向他身边的伴郎马涛。但在走之前，我想请问一下马涛先生，昨晚和我嫂子在酒店走廊里卿卿我我的到底是谁？马涛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他下意识的后退一步，眼神躲闪。顾天成不是傻子，他看到马涛的反应，眼神中也闪过一丝疑虑。他停下脚步，审视的看着沈雨薇和马涛。小周，你疯了？你在胡说些什么？沈雨薇强作平静，声音却在发颤。我胡说，我往前走了几步，脚踝的剧痛让我差点摔倒，但我还是站稳了。沈雨薇，你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你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顾天成的吗？这句话是我的诈术，录音里他们只提到了孩子，我并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但我赌对了。沈雨薇的脸瞬间血色尽失，而顾天成则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原地。他猛地转头看向沈雨薇，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不可置信。雨薇，你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沈雨薇语无伦次，彻底乱了阵脚。是啊，为什么不告诉你呢？我步步紧逼，声音冰冷，因为他自己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你顾总的还是他马涛的。你胡说！马涛终于忍不住跳了出来，指着我破口大骂：林州，你别血口喷人，我和雨薇姐是清白的。清白？我笑了，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你们的清白，我这里可是有证据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顾天成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在沈雨薇和马涛之间来回扫视。什么证据？他沙哑地问道。我举起了手腕上的运动手环，这里面有一样东西，我想顾总会很感兴趣。沈雨薇和马涛看到我手腕上的手环时，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那是死灰般的绝望。一个破手环能有什么证据？林州，你少在这儿故弄玄虚！沈雨薇尖叫着，试图做最后的挣扎。我没有理会他，只是看着顾天成，一字一句地说道：顾总，借你的音响一用，如何？顾天成的脸色阴晴不定，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10秒钟，最终他咬着牙对旁边的音响师点了点头。音响师很快就用蓝牙连接上了我的手环，整个宴会厅静得落针可闻。我按下了播放键，录音的开头是我和沈雨薇在走廊的对话，证明了我确实只是在扶她。宾客中传来一阵小声的议论，顾天成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但紧接着马涛的声音响了起来：亲爱的，戏演得不错啊，滚开，别碰我！当录音里沈雨薇和马涛开始讨论如何陷害我，如何搞臭我的名声时，全场哗然。顾天成的拳头已经捏得咯咯作响，额头上青筋暴起。而当沈雨薇那句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再慢慢炮制他，到时候他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从音响里清晰地传出来时，顾天成彻底爆发了。他一声怒吼，反手一巴掌狠狠地抽在沈雨薇的脸上，啪的一声脆响，沈雨薇被抽得摔倒在地，婚纱上瞬间沾满了草屑和泥土。啊！他捂着脸尖叫起来，还有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顾天成转身一脚踹在马涛的肚子上，马涛惨叫一声，像个虾米一样弓起了身子。顾天成还不解气，骑在他身上，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我把你当兄弟，你却睡我的女人，还想算计我的家产！顾总饶命啊！顾总，都是他，都是沈雨薇这个女人勾引我的。
马涛被打得鼻青脸肿，哭喊着求饶。沈雨薇听到这话，也顾不上脸上的疼痛，挣扎着爬起来，指着马涛骂道：“马涛，你这个王八蛋！明明是你说的，顾天成这种暴发户没文化，钱留着也是浪费。”一场本该是全城瞩目的豪华婚礼，彻底变成了一出狗咬狗的闹剧。宾客们看得目瞪口呆，纷纷拿出手机开始录像。我站在一片狼藉的中，心中却没有丝毫复仇的高兴，只有一片冰冷的悲哀。我走到倒在地上的沈雨薇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她。沈雨薇，这只是个开始，我的声音不大，却已让她听得清清楚楚。你以为我哥真的是病死的吗？沈雨薇的身体猛地一颤，瞳孔骤然收缩，脸上写满了恐惧。你想说什么？我哥临死前跟我说，让我小心你。我蹲下身凑到他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他那时候的肝功能报告有明显的药物性损伤。沈雨薇，你在他的药里到底加了什么？我没有，你胡说。他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像是在掩饰内心的恐慌，但我已经看到了他眼神深处的绝望。我知道我猜对了，我站起身不再看他，而是拨通了110。喂，警察同志吗？我要报警，这里是万豪酒店，这里发生了一起蓄意陷害案，可能还牵扯到一桩谋杀案。警察很快就到了，婚礼现场一片狼藉，顾天成已经把马涛打得不省人事，自己也像一头耗尽了力气的困兽，瘫坐在地上，眼神空洞。沈雨薇则被2个女宾客按住，还在不停地咒骂着。我将录音作为证据，连同我的运动手环一起交给了警方，并详细陈述了事情的经过，以及我对哥哥林凯死因的怀疑。沈雨薇、马涛连同几个参与殴打我的伴郎都被带回了警局。顾天成因为打人也需要去做笔录。临走前，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有愤怒，有羞辱，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我知道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事情很快就上了本地新闻的社会板块，富商婚礼惊天反转，新娘竟与伴郎合谋陷害小叔子，网络上议论纷纷，大部分人都站在我这边，唾骂沈雨薇和马涛的无耻行径。我被鉴定为轻微伤，那几个打我的伴郎在赔偿了一笔钱后被拘留了几天。至于沈雨薇和马涛，他们涉嫌诬告陷害，罪名一旦成立，至少要面临牢狱之灾。更重要的是，警方对我哥哥林凯的死因启动了重新调查，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用赔偿款和自己的一点积蓄重新买了一台相机，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一个重要摄影展。那是我筹备了近1年的心血，是我事业上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的女友苏晴从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我身边，在我最低落的时候，是她陪着我，鼓励我，告诉我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出事后的1个星期，我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说哥哥的案子有了初步进展。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警局，负责案子的张警官告诉我，他们通过调查我哥生前的用药记录和医院的留存样本，发现他长期服用的药物中含有一种慢性肝损伤的成分。这种成分本身不致命，但长期累积足以摧毁一个本就虚弱的身体，而这种药只有沈雨薇能够接触到。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指证他投毒，但他已经是最大的嫌疑人。张警官说，只要他诬告陷害的罪名成立，我们就可以以此为突破口继续深挖。我紧紧攥着拳头，眼眶发热。哥哥，你的在天之灵看到了吗？害死你的凶手马上就要伏法了。我走出警局，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这是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轻松。我以为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然而我还是太天真了。我低估了沈雨薇的恶毒，也低估了资本的力量。就在我以为沈雨薇罪责难逃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她被取保候审了。保释她的人竟然是顾天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顾天成被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还差点被人算计了全部家产，他为什么还要保释沈雨薇？我立刻给张警官打电话，张警官在电话里也显得很无奈。林州，我们也没办法。沈雨薇提交了怀孕证明，并且一口咬定孩子是顾天成的。顾天成那边也出具了谅解书，愿意保释她。从法律程序上来说，我们只能批准。怀孕，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沈雨薇竟然真的怀孕了。她用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保命符，可顾天成凭什么相信孩子是他的？他疯了吗？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几天后，一场铺天盖地的言论风暴向我袭来，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段经过精心剪辑的视频。视频里是我在婚礼上情绪激动地指责沈雨薇的画面，配上悲情的音乐和煽动性的字幕。我变成了一个因爱生恨、纠缠嫂子不成，便在婚礼上大闹的偏执狂，而沈雨薇则被塑造成了一个为了腹中孩子不得不向前夫弟弟低头的可怜孕妇。视频的最后还附上了一份所谓的亲子鉴定报告，证明沈雨薇腹中胎儿的父亲确实是顾天成。紧接着无数营销号开始疯狂地攻击我，恶心，连自己的嫂子都不放过，这种人就该被网暴到死。心疼那个姐姐怀着孕还要被小叔子这么羞辱，摄影圈怎么出了这种败类？抵制林州的一切作品。我之前在婚礼上放出的录音被他们说成是伪造的，而我报警的行为则被歪曲成恼羞成怒的报复。言论在短短1天之内彻底反转，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的手机被打爆，收到了无数的骚扰短信和死亡威胁，我的社交账号被各种污言秽语淹没。摄影展的主办方顶不住压力，给我打来电话，委婉地表示我的作品
品暂时不适合展出，取消了我的参展资格。一瞬间，我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人。我坐在家里，看着网络上那些不堪入目的辱骂，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我明白了，这是顾天成的报复。他不在乎沈雨薇是不是给他戴了绿帽，甚至不在乎孩子到底是谁的，他在乎的是他的面子。我在他的婚礼上把他变成了一个全城的笑话，他要用他最擅长的方式把我彻底碾碎。至于那个所谓的亲子鉴定，用钱买一份假的，对他来说易如反掌。林州，别看了。苏晴关掉电脑，从背后抱住我，他们都是被蒙蔽的，真相总会大白的。我苦笑一声，真相在资本面前，真相一文不值。不，真相就是真相。苏晴的眼神异常坚定，他们有钱可以买通言论，但他们怼不住所有人的嘴。既然正常的法律途径走不通，那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寻找证据，去撕开他们的假面具。看着苏晴的眼睛，我混乱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是的，我不能就这么被打倒，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既然他们想玩阴的，那我们就比他们更阴。苏晴帮我分析着眼前的局势，顾天成能这么快东山再起，还能反过来操控言论，说明他的根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他这种暴发户发家史肯定不干净，只要我们能抓到他的把柄，就能让他万劫不复。苏晴的话点醒了我，没错，对付顾天成这种人，必须打蛇打七寸。苏晴通过他的人脉，帮我联系到了一个业内非常有名的人，老 K。我和老 K 在一个不起眼的茶馆见了面。老 K50岁上下，貌不惊人，但眼神很锐利。我把顾天成和沈雨薇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顾天成这个人，我听说过。老 K 呷了口茶，慢悠悠的说道：“海城这几年冒出来的，做的是边贸生意，发得很快，也很邪乎。这种人私下十有八九不干净。”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交给了老 K。钱不是问题，我只要一个真相，一个能让他再也无法翻身的证据。放心，老 K 收下钱，吃的就是这碗饭。接下来的日子，我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我注销了所有的社交账号，换了手机号码，每天待在家里，一边整理旧照片，一边等待老 K 的消息。这是一个漫长而煎熬的过程。网络上的骂声依旧没有停止，甚至有人扒出了我的家庭住址，往我家门口泼油漆，塞一些恐吓信。要不是有苏晴陪着，我可能真的会崩溃。半个月后，老 K 终于来了电话，有眉目了。他的声音很沉稳。顾天成的公司叫天成贸易，明面上做的是东南亚木材和玉石生意，但我查到他的物流线很奇怪，经常绕开正常的关口，走一些偏僻的山路。你的意思是？我心里一动，走私？老 K 言简意赅，十有八九。但这个人非常狡猾，核心的证据都藏得很深。我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的钱。我毫不犹豫地把我准备买新镜头的钱全部转给了他。又过了半个月，就在我快要弹尽粮绝的时候，老 K 给我发来了一个加密文件，我用他给的密码打开，里面是一组照片和几段视频。照片上是顾天成的货车在边境线上和另一伙人交易的场景，一箱箱的东西被搬上车，虽然看不清箱子里是什么，但那种鬼鬼祟祟的氛围绝对不是正经生意。视频更加劲爆，一段是行车记录仪拍下的，顾天成的心腹在电话里跟人争吵，提到了一批货被扣了、风声紧之类的话。另一段则是在一个 KTV 的包厢里偷拍的，喝得醉醺醺的顾天成正搂着一个女人，吹嘘自己当年是怎么靠着胆子大从边境运东西发家的。这些就是铁证，足以将顾天成送进监狱的铁证。我激动得浑身颤抖。苏晴抱着我喜极而泣，林州，我们赢了。我看着窗外，天已经快亮了。是的，天亮了，该是我吹响反击号角的时候了。我没有选择立刻报警，顾天成在本地关系网复杂，我怕证据交上去会被他用各种手段压下来。我要做的是把他钉死在耻辱柱上，让他永无翻身之日。我要用他当初对付我的方式加倍奉还给他。我重新注册了一个社交账号，名字就叫深渊下的真相。然后我发布了一则预告，明晚8点，我将进行一场直播，公开婚礼闹剧的所有真相，以及某些人背后肮脏的交易，是非曲直由公众评判。这则预告瞬间引爆了网络，沉寂了1个多月的我突然发声，让所有吃瓜群众都兴奋了起来。我去，正主出来了，还敢直播，脸皮真厚，坐等打脸，看他还能编出什么花样来。顾天成那边显然也得到了消息，他旗下的人开始疯狂地在我的预告下带节奏，说我是想直播卖惨博同情，甚至还有人威胁平台，要求封禁我的直播间。但平台顶住了压力，毕竟这么大的热度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流量。第二天晚上8点，我准时打开了直播，没有开美颜，也没有布置背景，我就坐在书房里，面对着镜头。直播间的人数在开播的一瞬间就突破了10万，并且还在飞速上涨。弹幕里骂声一片，我没有理会，而是平静地开口说道：“大家好，我是林州，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骂我，没关系，在你们继续骂我之前，请允许我先给大家看几样东西。”我首先放出的是婚礼那天未经剪辑的完整版录音，录音里沈雨薇和马涛的阴谋清晰无比，弹幕有了一瞬间的停滞。这录音好像跟之前网上流传的不一样了，好像真的反转了。接着我讲述了我哥哥林凯的死因，并出示了医院的诊断报告和药物成分分析。沈雨薇为了钱，不仅给我设下圈套，更可能是我哥哥的死因的始作俑者。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却因为怀孕被取保候审，而保释她的正是被她戴了绿帽子的顾天成。各位不觉得奇怪吗？我顿了顿，看着飞速滚动的弹幕，冷笑一声，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顾天成需要沈雨薇肚子里的孩子来挽回他可笑的男性尊严，而沈雨薇需要顾天成来帮他脱罪。他们联手买通言论，伪造亲子鉴定，把
我打入深渊，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可惜他们算错了一件事，这个世界上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的语气陡然变得凌厉。顾天成，顾总，你在电视上是成功企业家，是慈善家，但你敢告诉大家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吗？说着，我将老 K 给我的那些照片和视频，一张一张、一段一段，清晰地呈现在了所有观众面前。走私交易的现场照片、心腹的通话录音，以及顾天成自己在 KTV 醉酒后亲口承认的发家史。直播间彻底炸了，弹幕从辱骂变成了满屏的震惊。这是真的吗？我的天，太劲爆了！这已经不是八卦，这是刑事案件啊！快来看啊！直播间的人数已经突破了300万。我知道顾天成完了，在他把我推向言论的审判台时，他就应该想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能捧起他的，也一样能把他摔得粉身碎骨。我的直播在网络上掀起了滔天巨浪，林州直播和顾天成走私2个词条霸占了热搜榜前2位，后面跟着一个深红色的豹字。海城警方在巨大的言论压力下，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当天晚上，顾天成的天成贸易公司总部就被查封，他本人也被刑事拘留。接下来几天，关于顾天成走私集团的内幕被媒体一层层扒开，涉案金额之大，牵扯人员之广，令人触目惊心。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在短短几天内轰然倒塌，而我则变成了揭露黑恶势力的英雄。之前取消我资格的摄影展主办方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不仅恢复了我的参展资格，还把我的作品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我的社交账号在一夜之间涨粉数百万，无数的私信涌进来，有道歉的，有鼓励的，有寻求合作的。苏晴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我们做到了，林州，我们真的做到了。我抚摸着他的头发，心中百感交集。是啊，我们赢了，但这场胜利来得太过惨烈。几天后，我接到了张警官的电话，林州，顾天成招了。为了立功减刑，他把知道的事情都吐了出来，其中就包括沈雨薇。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顾天成承认那份亲子鉴定是他花钱伪造的，他早就知道孩子不是他的，但他需要这个孩子来堵住悠悠之口。他还交代，沈雨薇曾经向他炫耀过，说他是如何让你哥哥不知不觉死掉的。他把一种慢性毒药混在了你哥哥的保健品里。我们已经重新对沈雨薇发布了逮捕令。挂掉电话，我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哥哥，你可以安息了。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终于要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失去了顾天成这个靠山，沈雨薇就像一只丧家之犬，她名下的财产被冻结，人也被警方通缉。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她，没想到一个下着雨的傍晚，她竟然找到了我的住处。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头发凌乱，脸色蜡黄，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光彩，但她的眼神却依旧充满了怨毒。林州，你满意了？她站在雨中对我嘶吼，你毁了我，也毁了天成，你这个扫把星！我撑着伞冷漠地看着她，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我毁了你，沈雨薇，从你给我哥下毒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亲手毁了你自己。我没有。她还在嘴硬，我爱林凯，我那么爱他，是他没用，他是个病秧子，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所以你就杀了他，去攀附顾天成。我只觉得荒谬又可悲，你所谓的爱就是这么廉价吗？你懂什么？他情绪激动地冲上来，想抓我的衣服，被我轻易地躲开。我不想懂，我收起伞准备关门，你还是留着这些话去跟警察说吧，他们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报了警。沈雨薇听到这话，彻底崩溃了，她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林州，我求求你，看在你哥的面子上，放过我这一次吧，我肚子里还有孩子，他不能没有妈妈。孩子，我看着他平坦的小腹，突然觉得无比讽刺。沈雨薇，你真的以为孩子是你的护身符吗？你利用他欺骗顾天成，现在又想用他来博取我的同情，你根本不配当一个母亲。警笛声由远及近，沈雨薇的哭声戛然而止，她猛地站起来，怨毒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疯了一样的冲向马路。一辆大货车疾驰而来，司机猛打方向盘，但已经来不及了。砰的一声巨响，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被撞飞出去，重重地落在地上，身下一片嫣红。沈雨薇当场死亡。法医鉴定后得出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结果，她腹中的胎儿经过 DNA 比对，既不是顾天成的，也不是马涛的。后来马涛被警方找到，经过审讯，他交代，沈雨薇在和他交往的同时，还和另一个富商有染，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孩子到底是谁的。他的一生都在追逐金钱和欲望，最终也葬身于自己编织的谎言和罪恶之中。顾天成因走私行贿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马涛因为参与诬告陷害，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一场风波尘埃落定，我的摄影展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其中最受好评的是一组名为《深渊回响》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有挣扎，有痛苦，有绝望，但最后一幅是一双紧紧握在一起的手，迎着微光，那是我的手和苏晴的手。展览的开幕式上，苏晴陪在我身边。有记者问我，林老师，经历了这么多，您现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看着镜头，沉默了片刻，然后微笑着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但请不要害怕，因为只要你心中有光，深渊就吞噬不了你。